老板，我这4斤银元看，咦，全是银元吗？全是银元。这孩子嘞急用2万块钱，我这10斤银元叫你看看能不能卖2万块钱。哦，哎，我先给你拿过来一块，你先瞅瞅，中不中？40斤的话，那肯定不只是2万啊。咦，那你先给我看看吧，顶的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这都是在哪弄的呀？这是俺老太爷留下来的，俺老太爷以前是大地主。过去南庄的大地主。对，俺那一抓，俺那一片的大地主。哦。那确实不少。你这我一个一个的给你看吧。可以可以。这个银元啊，有时候不在于多，在于精。像你拿过来的这几十斤啊，不一定非得卖完，知道吧？咦，那你说一直还怪值钱不卖完？就拿你这块北洋龙来说吧，说实话，你看这壁面说有点硌手。哎，一般像这种银元啊，就是从那个造币厂出来啊，在市面上没有咋流通。这一看银元壁面，你洗过了。是洗过了吧？洗过了，因为我看到太脏。外面的包浆都洗完了，洗掉了。洗之前黑乎乎的。黑乎乎的啊。但是啊，这带有底光，这种底光啊，没有几十年是形不成的。唯一可惜的就是你清洗了。如果啊，你要是不清洗的话，在现有的基础上，它的价钱得乘以2。咦，哎，你的意思越脏越值钱啊？最好在家里边不要去动它。哎，说实话，你这块银元清洗的也算成功。我就用自作多情了，你看。没有上着底板，实话实说。哎，银元能值多少钱啊？得看它是啥版。北洋34年发行了有长尾、短尾、艺术制。哎，之前的版确实也不少。你的这一看，你看这个是短尾，你看它的尾巴，哎，比较短啊，这是一块短尾龙。哎，短尾龙啊，要比这个普通的长尾龙发型的少很多。而龙阳啊，最主要是看它的龙鳞。你看龙鳞从上到下，从头到尾，说实话没有一丝的这个磨损。像这种状态啊，就得上万了。咦，这一块吗？对呀。那我这4斤，那不是花柴了吗？哎，这个东西啊，咋说？哎，来看，接着看吧。你这40斤，刚才都说了，不需要拿出来玩。哎，你再看你这字面这一块，属于全字口、全深大，满纹也都在。而且前字这个地方少一横，属于凸金版。凸金版啊，只有在短尾里边存在。哎，又是短尾，又是凸金，状态又是称的好。像这种板中版啊，这都得1万以上了。像你说那深奥的知识，俺都不懂，你知道吧？俺我看它是个龙，啥凸金版，啥不版，俺都不知道。俺都想知道它到底能值多少钱。所以说啊，你这同样的银元再拿出来一块，哎，就能解开你的燃眉之急了。咦，那你说这2块解决问题了吗？还有一块，你瞅瞅这个的。这个我没敢清洗，你看没有？哦，这个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这个是大青玄山。哎，这一块说实话，在银元里边只有龙阳才能大几率的卖钱，而你这一块和北洋龙一样，属于龙阳3剑客。哎，他们是目前这个银元里边最紧俏的银元。玩银元啊，如果说不玩这2类，就说明它是一个小白。行内经常说，袁大头是基础，3剑客是座上宾，所以这个大青玄山啊，就每个人都特别喜欢，只要玩银元。你的这块大青属于传世宝浆，传世宝浆就是壁面宝浆不多，这说明这样的银元啊，经常把玩。宝浆的品种属于目前大家都喜欢的类型，有些人喜欢味道币啊，有些人喜欢白币，所以这个传世宝浆介于味道币和这个白币之间。你看它这一块尾巴啊，已经出匀，眼皮双眼皮，包括这个银子这些出头啊，这就是典型的深版。哎，其实这个大青玄山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花质。你看你这个花质看起来特别舒服，而且全龙鳞、全字口，壁面没有流通痕迹，底板啊能给到 A6以上。哎，目前市场价也在1万以上，完全没问题。咦，这2块都搞定了吗？2块都搞定了，所以说你这2块银元，那我这4斤不是多掂过来了吗？对啊，你这所以说你这2块就完全没问题啊。剩下来你就不用卖了，我也不用看了。肯定不卖了，你看你也不用看啊。对，那就直接咋弄？咋弄？这出了，这都能用钱嘞。出了2万多块钱，对，2万多块钱，轻轻松松的2万多块钱。对呀，行，我给你算上吧。这里面剩的全是这种黑的了。黑的啊，我都洗了这一块。那行，改天你全是黑的。啥时候再需要钱再卖，好吧？到时候我再来找你。啊，行，那我给你算上吧。中。现在农村乡亲见个面啊，这没有好车是不行的啊。我这100块银元卖了，还够不够付租金嘞？
100块银元够不够付租金呢？你这把我给整懵了。这100块银元全部变现的话，不说豪车，就说合资车或者国产车，买一辆这是绰绰有余啊。咦，你不懂啊！现在我儿子都22岁了，今年啊，买一辆一般的车，倒不如租一辆新款奥迪 A6，相亲见面那肯定稳当。那豪车相亲见面成功率高，那确实稳当。我看你这100块银元品相状态还都不错，你这一下子拿出来这么多，如果全部付租金的话，代价确实有点高了。你这准备打持久战吗？咦，我都问好了啊，租一辆新款奥迪啊，一天租金就500块钱。从相亲见面到结婚啊，差不多也就半年的时间吧。那这半年的时间，一天500的话，光租金都9万出头了。这谁能保证从见面到结婚就很顺利了？万一有个差池的话，那你这租金不打水漂了吗？你不懂现在农村的孩子啊，对车的要求非常高租一辆奥迪 A6基本上就成功一半了。一味的往物质上看来，爱情并不长久。更何况像你说的，这奥迪是租来的，终究是纸包不住火。万一以后被那儿媳妇发现是租来的，这个应对问题还真得考虑清楚。再说了，租车一天500，眼前车的租金你不得天天付吗？哎，不用天天去付钱，用车的时候再去开，用不着直接给他开到车上就行了。只要有钱，随时用车，随时给钱。说实话，像你这种情况，我确实第一次听说，真没想到在你们这相亲见面都卷到这种程度了。幸亏你这家里边祖传下来有100多块银元，你不然光指望着打工付租车的费用，那确实是搁着肉疼啊。哎，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放在手里跟你说说也没啥用。如果我儿子娶不到媳妇，你就再给我100块，这也没用啊。那你说的有道理，现在儿子娶媳妇最重要。但是我这仔细挨个看了看，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传羊，这里边连一块8年或者说连一块龙羊都没有，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啊。去年有170块的，我给孩子都买房子付首付了，不是？跟你说啊，同行挑的跟你们的同行一样，挑走了70块，就剩那么多了。原来你这是被别人挑过了。我说这咋剩下的都是普通年份了？你看正常来看的话，100-200块银元里边有各种龙羊、8年，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斑才正常。这个挨个给你过了一半吧，全部都不带斑。好在你这些壁面无伤无戳。一块按市场价来看的话，目前这10万块钱还是有的。10万的话，那岂不是一块达到1000块钱了？对。那像你这样说，带龙和带斑的话，那不是更贵吗？对啊，那你带龙带斑了肯定更贵了，因为像你这些普通年份的银元啊，他们都是最基础的银元，像龙羊发行时间更久一些，主要存世量相对更少，观赏性更好看一点，自然它这个价格更高一些。因为你这里边一块龙羊都没有，所以具体价格我这也给你说不了。咦，那太亏了。去年70块才卖了7万多块钱。这被你一说，我好像被别人忽悠了吧？那说实话，你7万块钱被别人挑着买，这肯定是吃大亏的。因为去年的行情比现在强太多了。还是说你眼前的事吧。我觉得你这租奥迪的代价太高，有这100块钱银元搁这顶着，你倒不如付个首付买个差不多的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总比对吧？大众脸充胖子这强太多了呀。咦，你不懂，你对银元懂，但是你对农村相亲见面这个事儿啊，你不懂。我还是那句话，豪车虽然咱买不起，但是我绝对给儿租得起。那行吧，那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挨个一个一个的给你仔细好好的瞅瞅，看里面有没有值钱的斑。那走，那好，那也谢谢你啊，没事，那早日祝你找到满意的这个儿媳妇。好，谢谢没事。俺儿子准备在城里买房我平时这也没啥积蓄我就把家里的珍藏的宝贝拿出来兑现。你这3根宝贝，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2根是雪花银，另外一个这个是5两的长条，这咋锈迹斑斑的呀？那它上面是它的包浆，我妈传给我的时候就那样。另外2块银锭，我用20块银元给别人兑换了。20块银元换了2根银锭，你这操作有点让人摸不透啊。含银量确实是没啥问题，这重量怪得有1斤多。另外一块这个5两的长条也不像老假，你见过谁家的黄金会生锈了？这3样东西你这换想着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那你看着给吧。但是我敢打保证，我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啊。就这2块银锭，比所有的银元的含银量都高。哎，你说这话确实没毛病。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你这些银锭的含银量不说100%了，99%以上这还是有的。可是银子很便宜啊。哎，我这个人吧也比较喜欢追求完美。20块老银元，第一我看着脏兮兮的难受，第二含银量也太低，所以直接给别人兑换2块银锭，这还多赚100克银子嘞。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咱俩换，我多给你300克、400克，多给你1斤都没问题。因为银元本身啊，它都不能用雪花银，因为它在市面上流通，必须里边再加一层铜，省得来回磨损严重。你这2个银锭属于好看，但不实用。你这属于事后诸葛亮吧？我换都换了，再说你再给我多加1斤，我现在也给别人要不回来了。那是我这属于就事论事，你这种耍小聪明的行为不可取。因为那孩子要买房，你这拿出来要变现，我得把价格给你说清楚。现在银子非常便宜，你这2块的话，我拖着也就1斤多点，你就按6块钱1克来估的话，也就3、4千块钱吧。哎，3、4千就3、4千吧。即使是银元的话，估计也卖不了几个件，因为银元含银量更低。你这种一味的只追求含银量，只能是自欺欺人。银元的含银量再低再不纯，他们也不按银价算。就以我们常见的冤大头为例，通货价1块1000一个，20块就相当于2万了，不比你这3、4千香吗？能卖2万，真的假的呀？我这都给别人都兑换了啊！你这样说有啥意思？幸好我还有一块金锭嘞。那算我多嘴了，但是你这个金锭我就看不上眼了，就仅凭外边这生的锈就不对头，因为这种黄金啊，自古以来它是不会氧化生锈的，所以我看不对。重量是对的呀，正好12两。你就给我按500一克，正好10万块钱。多了我也不要。说实话，10万块钱要的确实不多。如果这个长条是对的话，好歹也是过去民国5两的长条，虽然说品相一般，但是保存的还算完好。可是重量上这一关都过不去，你这2两才100克，而过去5两的长条，过去都是150多克，足足缺斤短1两。所以你这个长条既不是黄金，也不属于老假，也就分文不值。你别气骂人了啊！咱啥东西在你这里都变得不值钱了呀？没有。平时好歹我这个人也够聪明的呀。那是的，你聪明和你这些东西没关系，咱们也就是就事论事。本来你这20块银元啊可以救急用的，结果你嫌弃含银量不足，炼银子了。另外这个5两的长条嘞，纯属于假嘞，所以暂时啊你也卖不掉。你该不会是看我急用钱诈唬我了吧？没有，我这好歹也是真金白银啊，正儿八经的硬通货。真金谈不上，白银确实是真的，价格大概就是刚才我给你估的那样。我也不跟你开玩笑，说真的，如果你这2个银砖啊还能找到兑换的那个人，抓紧时间给别人换回来，好歹儿子买房等着用钱了，能帮多少是多少，总比你这卖3、4千块钱强，你说嘞？那我说了不管用啊。那算了，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好。我今年给俺婆婆生个大胖孙子，俺婆婆好哄的奖励我10两碎银子。你看值不值100万？你这张口就要100万，底气十足啊！我看你这都是碎银子，如果是黄金，恐怕也卖不了100万吧？你还没仔细看，你这结论啊，未免也太早了点。我婆婆说啊，这可是过去的老银锭，10两重，1两不多，1两不少。重量的话确实不用怀疑，关键你这都是结碎的，首先这个真假是没啥问题，唯一遗憾呢就是不是完整的锭子。过去1两是37.3克，10两的话也就300多克银子而已。现在银子大盘价1克6块钱，你这上来怎么要100万呢？你说我为什么要100万？对，因为过去的古董比黄金都贵，我朋友准备20万给我买走，我就怕卖亏了，所以来问问你。给你20万可以啊，你就按400克算，1克都花到500了，和现在的金价保持一致了。关键是恁朋友花20万买这些东西干啥呀？肯定是买回去赚钱啊！神秘兮兮的说，这10两银锭啊，至少能卖60万。关键是我也想卖60万，就是没这方面的门路。你说实话，你别看我玩银锭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去哪能卖那么高的价。
说实话，银锭讲究一个完整性，越大越贵，基本上50两了一个才上10万。而现在你这些都是碎银子，从状态来看的话，这些都是银锭啊接下来的，相当于是花瓶打碎了，就剩一些残砖烂瓦。除非恁朋友在网上咨询什么鉴定公司的专家，估计啊才会给他报那么高的天价。什么意思？既然是鉴定公司，难道他们鉴定的结果不是市场价吗？我比较感兴趣，你给我讲讲。我给你还是讲一下你这些碎银锭哈。第一，不成形。过去的碎银子指的就是这种银子，因为过去是银本位，它为了方便找零，有很多人啊把1两、2两、3两的素银，对吧？它给解开，因为过去的银锭啊含银量比较高，所以啊很好切割。这种碎银子啊，在过去并不影响它的购买力，只要数量够多，和那种10两、50两的购买力一样。但是现在能买这种银锭的，很注重的就是它这个完整性，哎，就是这是重点哈。因为这10个碎银子还真不如一个10两的锭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10两的锭子才18000块钱，你说你这想卖几十万，这不是有点扯了吗？那你直接说能值多少钱吧？因为我怕20万卖亏了，毕竟现在挣钱很不容易。他一下子挣40万，跟捡钱似的。哎呀，那朋友应该是典型的被人洗脑了。你别说他能挣40万了，他如果真给你20万的话，估计赔的也是稀里哗啦。因为现在的银价太便宜了，一颗朱银才6块钱，你这400颗满打满算2000块钱都到顶了。2000多？对呀，不可能吧？怎么可能那么便宜？我朋友按理说也不傻呀，聪明的跟能豆似的。哦，你那朋友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毕竟过去的老银锭懂得太少了，现在有很多人比较浮躁。你打开网页，专家一找一估价，被告知几十万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边就像乐开了花，他被人洗脑了，他都不知道，还一味的算计着自己能从中间挣多少钱，岂不知啊？哎，你想要专家的60万，专家也不傻，他们看中的是你口袋里边的几百几千的鉴定费，因为这些碎银子啊，本身也没啥收藏价值，给你报高价，完全是想挣你那个口袋里边的各种鉴定费啊，反正就是各种费用吧。大概价值也给你讲清楚了，你回去跟那朋友啊，把这里边的事儿也给他讲一讲，防止对吧？他被套路了，防止恁俩的钱被人忽悠走。那照你这样说的话，我还不能告诉我朋友嘞啊，不然啊，这20万就相当于打水漂了。哎呀，你这种想法非常危险，你不能为了钱，对吧？去坑朋友啊，是不是？你这个咋说呢？这银子的价值你也知道了，20万，说实话，卖给恁朋友别草率，毕竟都是朋友一场了。万一哪一天他知道这价值了，可不得劲。剩下的你都别管了，我把钱装到我兜里才是最主要的。谢谢你的鉴定哈。想法很危险，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吧。谢谢你。这逆天发大财的机会终于轮到我了啊！这盖房子挖出来9块老银元，1块100万，9块900万。盖房子挖出来老银元，1块100万，不是军阀币就得是石柱币。来，我看看啥来。北京的专家都已经给我鉴定过了啊，正儿八经100年前的东西啊，1年增值1万，100年刚好100万。我看你这都是常见的大头小头啊。首先真假没啥问题，品相状态还可以，1年增值1万，100年增值100万，这结论有点胡扯啊。北京的专家可不胡扯，人家店面都在3环以内，公司规模、注册资金人都好几千万了，特别有实力。听你说这话，这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好忽悠。你知道像我们玩银元的，能增值多少钱，能值多少钱，都是看状态和版本。大头是3个常见的3年10年，小头这可以说没有一个带版的，算是通货状态而已，咋可能100万一个？我知道你们做生意的同行是冤家，人家实力那么大，不会给我报虚价格的。1年1块银元增值1万，不算多。现在我感觉你是被人洗脑了，你别说别人说啥都是啥，你别说银元1年增值不了1万，你就是买个金币，谁也不能保证你1年增值1万啊。反正我感觉他们很靠谱，毕竟人家北京啊有店铺，公司有那么大规模，不会耍我的。耍不耍你先不说，就说他们在北京的3环开那么大的店，1年花销加上员工工资，对不对？肯定费用不低。普通的大小头一下子给你报那么高的价，目的何在？
人家开公司挣钱啊，我这一块100万，他至少能卖个100多万，这利润不就有了吗？你这分析的正好相反，100万的价钱，除了你相信之外，恐怕没有人相信了。我来告诉你他们挣钱的流程啊，首先一块给你估100万，先挣你几百的鉴定费，相应的会给你打出来一个鉴定结果、鉴定证书，然后呢，你信以为真，带着银元去找他们，然后再趁机收取你的其他的各种费用，这是他们一个正常的流程。鉴定费啊，一共才收800而已。比这我即将到手的900万，说实话，这点钱就是9牛1毛。800块钱不少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啊，能买一块小头了。就以你这些小头为例啊，无伤无错无斑，算是通货品项，因为它是咱国内最便宜的银元，没有之一。比说营养做样高一个档次，一块行情价现在也就600-700的样子，你要多少都可以买得到。你说100万谁给你？你不要危言耸听。几百块钱，你现在能买啥？银子都100多一颗了。100多一颗银子，看来你这功课做的不行啊！银子别说上百了，你就上10块钱一颗都没人甩你。再说银元他还不按银价算，咱都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就说剩下来啊，你这3块大头吧，3年和10年，3894个年份里边最贵的是8年，8年一块才3000左右，而你这3年10年，3年10年里边能上100万了，3年里边只有签字版，签字版也就是原像4点东方样，有一行英文字母，看得非常清楚。你这也不是10年里边最贵的数点年呗，对不对？才3万块钱，你这就是通过1000一个，你这我刚才看里边还有一个带戳字的，带戳字的也就700-800块钱的样子。照你这么算的话，我这9块银元还不到1万块钱嘞。那绝对到不了。我这价格就不怕没生意吗？你的生意咱俩肯定是做不了，因为你已经被别人给你洗脑了。最主要的原因啊，是你对这个银元的行情非常不懂。你这些大头小头，它这个存世量非常大，在过去啊，它这个存世量都数以亿计，所以专家就看你不懂，趁机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你最好啊，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省得你到北京之后，别人再忽悠你的其他费用，你这上当就可麻烦了。我学习啥呀，学习？像我这么聪明的人，想忽悠我的人，还没出生嘞。这个银元你还是给我吧。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想要别人的900万，别人想要你的鉴定费，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这个耽误事。俺家过去虽然说是大地主，那个我了却只有这区几百块银元。这几年吃干净花净了。剩下这一块你看值800块钱不值吧？说实话，现在谁家能拿出来几百块银元，那都不是一般的家庭。好歹你这靠几百块银元也白吃白喝几年了。你这个虽说是一块冤大头，但是细看的话，你看和普通的9年长得不一样，包括它背面的夹盒、字口，还有原像内齿，这一看就是典型的丝铸。壁面无伤无戳，老包浆老味道。这上来只要800，这要价确实很实在啊。我这个人还不算实在嘞你不知道，俺家过去是这会儿有名的大地主。过去一个镇上有几百亩地的，是小地主。俺家可是有几千亩地，那不得了。给俺家干活的长工都有几百人。一个月给人家发工资都得好几百个银元。记得以前我往外巡检，俺太爷爷每次出入都是上千元。往外巡。跟各地他们给我留的太少了。这还是再给我留几千块银元，我这辈子吃个不愁了。不像我现在，花这个银元的钱，还得出去打工。那这么听你一讲啊，第一个就是那族长确实在过去挺有钱的，他们再有钱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第二个就是你肝胆他们给你留的银元太少，以至于你现在一事无成。光靠卖银元为生也总不是长久之计，但是你拿过来的这块银元啊，张口只要800，只能说明啊你对板完全不懂。假如你这个普通的年份的冤大头啊，无伤无戳，它远远也不止800了。我真搞不懂啊，你之前卖出去那几百块银元是咋卖出去的？卖银元咱最起码不能贱卖，咱不能吃亏啊。肯定不能贱卖啊，因为上一次我出手还是去年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摸不清行情了。去年这个时候行情还是不错的。我给你先来讲一下这个9年冤大头的板。像这种冤大头啊，和我们常见的天津板区别很大。我们行内称之为丝铸。
石柱啊，就是过去我们个人用纯手工刻出来的模具，然后用银子仿制了冤大头，私自做出来的银元。你可以通过它这个字体、圆相、内齿，包括它背面的夹合来仔细区分。和常见的冤大头相比，各方面做工啊显得是比较粗糙。因为冤大头的模具是国外人用机器设计制造出来的，所以机器和人工啊这一做对比，就显得区别很大了。对，经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多少看出来了。哦，我这个线上有点丑啊，对，是不是假币？假倒是不至于。在过去啊，石柱的银元不被认可，第一个就是做工比较差，第二个就是它含银量不高，因为以前啊它是银本位。含银量高低直接决定了它的价值。好歹你这个品相还不错，个人看的话，含银量应该在70%银子左右。听你那么一说，看现在值700块钱不值，我悟出来了，可能也是最后一块银元了。你不要有这种悲观情绪，像这种私铸的银元啊，在过去确实是很不受欢迎，但是现在啊却完全不同了，因为收藏它讲究的是物以稀为贵。石柱在过去它的发行量有限，现在的存世量更少，在冤大头里边啊，现在处于一种香饽饽的地位。而你这个品相整体来说也并不差，无伤无戳的状态，老包浆老味道。虽说银元整体看着有点丑，但是丑有丑的价格。目前我来估的话，4、5千块钱没啥问题。不会吧？你给他瞧看仔细了。我进入到冤大头，可从来没有说能上1000块钱一个的。没见过上几千一个的话，只能说明你不会看板。即使普通的大头啊，只要带板，价位肯定也不一样。像你这种家传几百块银元的主啊，平时你都靠它为生了，剩下这一块不起眼了，给你来个好板。希望你出手之后啊，你回去好好的找个稳定的工作，好好的开启你的新的生活。谢谢老板，我真没想到最后这一块银元还给我来个惊喜，谢谢你啊！没事没事。这发大财的机会终于赶到我身了，咋了？整整是108块银元，全是俺老太爷留给俺的。哇塞，这银元这一看，这都是老了，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既然是老太爷留下来了，你这算发一笔横财啊！对，价值我都算好了啊！一块银元是50万，50万，108块正好是5400万。为了这108块银元，我拆了3栋房子也值了。一块50万，你这价格也太夸张了吧！我看你这里边都是大头传样，年份这些都是常见的呀，整体品相还算可以吧，无伤无戳，顶多也算是通过品相。这为了108块银元，也不至于拆3栋房子。那我要不拆这3栋房子，我咋找这108块银元嘞？因为我老太爷有3个儿子，他去世的时候他没说清楚放哪个房子了，所以就多拆了。那听你说这话，这是好像在寻宝一样，只知道老太爷把108块银元放这个房子地底下了，这具体不知道哪一块地底下。对，这是像大海捞针，跟大海捞针差不多。可被你说对了。我爷和我爸这一辈子都在盯着我大爷和我二爷的老房子。只要拆了，就给他们主动去帮忙盖房子。看来恁爷跟恁爸这么操作的话，这108块银元的秘密只有你们一家人知道啊！这看来恁老太爷还是比较疼恁爷的呀，不然这等好事也轮不到你呀。对。我老太爷确实有偏向我爷爷的习惯，但是他也没有说清楚具体放的地方，害得我多拆了3个房子，多花了10几万块钱。那你多花10万确实没少花，大海捞针没有目的性，尤其是拆房子寻找银元代价太高，这事儿幸亏是你找到了，如果没找到的话，那你这10万块钱不相当于打水漂了吗？对，方天不负有心人啊！为了这5400万再拆10座房子也值啊！反正专家已经帮我估过了你看看能给几十万一个吧？几十万一个确实太夸张了，因为你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大头传样，从年份上区别，3、9、10冤大头，23年传样，这一块给你估到50万，只能说是忽悠你，你都不知道，在过去他们的发行量都几亿枚，怎么可能几十万一块的？人家专家都已经帮我看好了非常准确无误只差我开车给他送过去了。你就说一块给我多少钱吧？这算账大家都会算，50万一个，5400万，100万一个，那就1亿800万了。这算账有啥用啊？你不要听他们给你乱估价，你应该先学习一下冤大头的知识点。冤大头总共发行了4个年份，3、8、9、10 4个年份，最贵的是8年。
8年现在通过一块才3000，传样21、22、23，最便宜的就是23年。从年份上来说，这都是常见的，而且发银量几亿枚，一块也就26.8克银子而已。你看现在的银价算，一块也就100多块钱的成本。它之所以值钱，就是因为它固定发行了那么多，越来越少，分版分的又比较细。就拿你这些无商无出的来看，顶多通货品项呗，你每版现在一块也就1000一个，108块，大整账10万多一点。1000一个？对。你别糊弄我啊！没有，你这价钱砍的太猛了啊！算下来还不够我拆房子的费用。不是砍价，说的是真实的市场价，因为这些银元太常见了，只不过你不懂罢了。至于你这寻找他们拆了3栋房子，如果真赔10多万的话，恐怕卖掉啊，相当于是保本，因为你拆房子的费用太大了。你说我不懂行，对，但是网上的专家他们比你们还专业的。哎，又是大城市的，一个估50万很靠谱。给你靠谱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给你估的价钱高。你说面对着即将到手的5400万，谁会不心动呢？关键之所以他给你报高价，目的就是想忽悠你后续的各种鉴定费、拍卖费，你可得小心了。哎，算了啊，你给1000太不靠谱了。哦，我改这几千万不卖，放着我卖给你啊，对我傻了。我建议你多了解了解这个行情，哎，这实体店多打听打听吧。真没想到啊！我这年纪轻轻，分家分到这2块带好版的银元，这下可以直接上北上广深买房了。北上广深的房子现在可不便宜啊！你这应该是军阀币，来，我欣赏一下。具体是啥我还真不懂啊，我就知道这一块价值500万，2块1000万，现在随便上北上广买房。我还以为是啥军阀币嘞，这弄半天这是2块冤大头啊！这品相最多算通货呗。这一块咋可能值500万嘞？耶，这刚开始说值500万的时候，我也很诧异。像我们普通人家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值钱的银元？对呀，没想到他们俩竟然都带版。你这2块确实都带版，很明显嘞。你看这个是甘肃版大头，原相长得比较粗犷。1元的元字，你看一下，这个贝字开口了。哎，另外一块虽然说是10年的冤大头，但是它确实是9年的头像，算是10年9项吧。这俩版这都是小版啊。大版小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北京的专家一块直接给我500万，让我快点过去，现金都给我准备好了。哦，1000万的现金，这2块银元给你报那么多，你竟然还相信了，还准备去北上广深买房子。你今天拿过来，我看这是几个意思？我怕我一个人带这么贵重的银元去北京的话不安全。哦，再说1000万的现金，我一个人也扛不动啊。那是，你这担心的问题太小儿科了。你看这个银元个头不大，你装兜里，你只要不炫耀它值1000万，没人知道，很安全。即使给你1000万，你直接存银行就行了。关键是，你该质疑这俩银元值不值1000万，这个才是重点啊。我质疑啥？这俩银元我家里面家传下来了，真假绝对没问题。对对，他出1000万，说不定你比他出的更高了。他出1000万，恐怕这个世界上都没人竞争过他。这个把真假也排除掉，哎，因为你这俩银元啊，这一眼开门，这都是老包浆老味道，就是网上专家给你报了价太猛了。像这种甘肃版大头哈，你可以通过它的这个银色，你可以做一下对比，哎，比这个天津版较暗，这说明啊，它这个含银量不足。通常这个甘肃版大头啊，它的含银量是82%。后期发行了它的这个不足80%，70%多。所以在过去啊，基本上很多人如果说手里边有甘肃，直接先花掉的，加上它这个模子啊，它又是人工刻模，模具经常变换，造就它这个发行量不大。所以现在比这个普通的大头一块贵100-200。另外像你这个甘肃啊，也没什么版，甘肃里边最贵的是曲壁民、落叶，这都不是。个人看价的话，也就是1300左右吧。你别闹了，人家北京的专家开价500万，你却给1300，对，这价格一下子错了几万倍，你这让我惊掉下巴了。你也不用那么夸张，你说他500万一个的时候，我也没反应啊。另外一块10年，这个大头是典型的10年9项，10年9项的特征就是造纸和它这个肩章都是9年的特征。也就是我们常见的9年的平肩章，头发呢为粗发，而背面的夹克你看一下，这都是大夹克，也就是典型的
9年休木而来，属于10年的一个小板而已，通货也就现在1000块钱一个吧。1000？对，你这是越估越低了。幸亏我这没有心脏病，我要是有心脏病呗，早被你吓傻了，太低了。不是我估的低，而是你这俩大头本身就很常见。我们普通人家的呀，可没有专家说的500万一个的银元。专家之所以给你报500万，而且让你过去一趟，很明显啊，是想入你入套。我这有什么可忽悠的？只要他给我1000块，北上广深一套房，我愿意给他拿2成利润出来。他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建议你啊，还是多了解了解这方面的骗局，以免你什么都不懂，上当受骗就可麻烦了。你骗我这人还没出现呢，你这休想忽悠我，一言给我吧。还给你。俺婆婆送我一块又黑又脏的砖头，美名其曰当传家宝。老板，你说这不是火气我了吗？确实脏。这里边是不是有啥误会啊？这个砖头虽然说个不大，但是托在手里边挺沉的，唯一的缺点就是黑，显得太脏了。你要是古董嘛，你给我一个我还能接受啊。你说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这家里面有啥值钱的东西？你可不要小瞧农村人，自古以来都是常保于民。既然恁婆婆说能当传家宝，应该就有一定的道理。你像普通的砖头，它不会有这么沉啊。另外，这外边有点脏，但是里边你看这都露白啊，这很有可能有一定的来历。能有啥来历嘞？我告诉你吧，这东西哪来嘞？这是拆人家100多年前老灶台的时候从里面抠出来的。哦，那就对了。你想想，过去100多年前的灶台，从里边取下来的东西，那肯定是过去人专门放进去的。恁婆婆把它当宝贝留给你了。一块破砖头，你说它能有多少用？它就算过去清朝了又能咋样？能当饭吃吗？你像普通的这个砖头啊，肯定卖不上钱。再说过去的砖头它也不长这样，过去都是青砖，几毛钱一个吧。但是你这个整体你看发白，这哪是普通的砖头啊？这是我嫌脏用刀划嘞，然后我拿的时候用夹子夹过了。我也很好奇这里面为啥会发白嘞？发白啊，就说明它里边不是用泥做出来的，泥巴烤出来的砖头重量并没有这么重，你别说用钳子夹，你就是把它砸碎，它也不可能发白。我看啊，有可能是一块银砖。银砖？这怎么可能嘞？银砖不应该是白的吗？这又黑又脏，给个木疙瘩啊！又黑又脏就对了，那是放的地方比较特殊。你想想灶台，那是做饭的地方，整天烟熏火燎的，白白的雪花银，它被熏黑啊，也实属正常。雪花银？啥是雪花银？这雪花银咋长成这样子嘞？雪花银就是过去最纯的银子，它的外表啊就像雪花一样白，含银量能达到99%以上。你像过去人使用的那个碎银子，包括1两到50两重量的银锭，它的含银量都是雪花银。因为过去啊它是银本位，只要是雪花银都可以按一定的重量去买东西。但是看你这个器型啊并不老，因为过去银锭啊银元宝全国各地都有一定的器型和重量，也就是说都是统一的。像我们常见的馒头锭、盘丝锭、牌坊锭之类的，像更远一点的银锭之类的，都有明显的特征。你包括过去的碎银子，它有很多啊都是那种大锭分段截下来的，但是你这上手一看都不是老的，你这个形状一看啊，这都是近代的东西。因为上面你看没有明显的落款，前后这都没有，只能按现在的银子价钱来给你算钱，也就是有几斤重，直接按斤称，按克来算钱。重量其实我都已经称好了，整整是3斤6两，一两不多一两不少，准着嘞。3斤6两那就是大正常了，正好是1800克。你说谁家的砖头就这么大个头的，能有3斤6两重，根本就找不出来第二个。1800克，你按6块钱一克来算的话，正好这就是1万多的这个银价。1万多？不会吧？对，这价钱我喜欢的很啊！我以为俺婆婆逗我玩嘞，这很不可思议啊！这有啥不可思议不思议的？银子基本上就是这价格。你这不是过去的银锭，如果是过去50两的银锭啊，那都10来万的行情价了。这个多少啊，还是有点区别的。这价钱我很满意，我今天就不拿回去了，我嫌脏，还是直接变现吧。毕竟这是恁婆婆给你的传家宝，我建议你啊，还是留一留，或者是跟恁婆婆你再商量一下。不商量了。
不商量，那你不商量的话，那我给你留一留。如果说你跟那婆婆有啥分歧，或者有啥变动，到时候咱俩再沟通，省了因为这一块东西，对不对？再弄得婆媳关系不和谐了。好吧，谢谢老板。啊，没事。这俺妈的大字不是一个啊，俺收不了200块钱，收回来这一堆是啥呀？我跟你说是锡条，准备用500块钱买走嘞。呀，可以肯定一点的，你这绝对不是锡啊，这锡哪有这么白？我看着这倒像银条，200块钱收回来，这绝对是大赚特赚啊！那有没有可能是白金？因为我用锡铁是锡了，都吸不动，吸不动。那你也不能证明说是白金啊，锡铁是只能吸铁啊，因为白金的密度和黄金差不多。而你这些我用手托起来很轻，哎，整体托一下，确实很轻。再说颜色也不像啊，白金并没有这么白啊。你这一堆还不轻嘞，是啥样的人会200块钱卖给你嘞？我听他说啊，是2个年轻人因为俺妈她也不认识啥，那是嘞，加上他俩喝的醉醺醺的，买回来就交给我了。收破烂有时候确实能捡到漏，哎，尤其是那种啥都不懂的，再加上喝点酒，哎，他把这10根这个银条当破烂给你卖了。那你说这500块钱，能卖给俺邻居不？那肯定不能啊，因为我对这个银子也不懂。那银子多少钱呢？那银子不按斤算，搁平时啊都是按克来称的，1克6块左右。那1斤的话，大概在3000的样子。邻居给你开500的话，肯定是看你啥都不懂，500块钱卖给他肯定亏啊。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价格，有一个北京的老专家说啊，这是古代徐美丽银条，1根价值几十万了呀。看你这隐藏的挺深啊，一会儿200块钱他妈收了，一会儿邻居500块钱要买走了，就变成几十万1根的徐美丽银条了。我给你来讲一下这个徐美丽银条啊，它是属于越南的贸易银条，通常都是10两重量为1根，过去1两是37.3克，10两的话就接近370多克了，而你这一根也都80克呗。从重量、形量上来说，它们两者区别特别明显。从器型上来看，比你这个长，比你这个宽，也比你这个厚，而且啊，它是有形状的啊，属于中间洼，4侧突出，整体上就像一艘船一样有弧度，哎，两侧打了有明显的钢印。而你这些啊，我看这都是我们个人熔炼的这个银条而已，并不是什么古董，也没你说的价值几十万1根。你不要听网上那些专家胡叨叨。他们说的很有学问啊！他说像你们实体店根本卖不上价，只有遇到懂收藏的人呐，他才几十万1个人买，你们让我带着去。那他不这样跟你说，对吧？他恐怕也说服不了你们啊。我给你简单的讲一下他们这些专家的套路吧。就比如说他妈这200块钱收来了这些银条，他们之所以能给你报几十万1根，目的啊就是先给你洗脑，营造出这个银条比较值钱的氛围。对吧？获取你的信任，然后说是你带着东西去大城市找他们，到地方之后能卖多少钱就由不得你了。开始啊，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后续还有拍卖费之类的。你想想，银子本身就很便宜，几十万1根，你说卖给谁嘞？谁会掏几十万会买这样的东西嘞？只要能帮我卖几十万元1根的话，这个批产一些费用也无所谓了。那是嘞，这叫劳动报酬嘛。那关键是当真的人很多呀，一听说几十万，对吧？都开心的不得了。真正卖出去的没有一个。就以你这些为例啊，这并不是什么徐美丽银条，也没有什么古董属性，这叫观赏性吧？你看又没有。哎，当你给他们付完各种费用之后，几个月、1年，有的甚至2年，卖不出去的时候，到时候你自己啥都没卖回来了。哎，反正这东西来的也便宜，那200块钱的成本，对，我可有事儿嘛，大不了就浪费点时间嘛，不是？那是你去试试也行，不到长征非好汉。有些事儿你不去经历一下，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你只需记住一点，如果往里边花太多钱的话，你就果断收手就行了，因为你花的钱越多，到时候你越不好收手。哎，到时候看吧。反正说不定还能多卖钱，是不是？好吧，那你有这样的想法，那只能祝你梦想成真。谢谢，没事。10年前我买了俺朋友俩银元，当时花了1万块钱，你帮我看看现在能赚多少钱？10年前那时候银元非常便宜，能花1万块钱买2块，绝对是好品种。来，我看啥来？确实是好品种，我上网都搜了都是100多年的老银元。我朋友拍着胸脯给我保证了，假了赔我100万。恁朋友还真是会做生意啊！
这2块银元绝对不假，确实是100年前的老银元，只是10年前你花1万买，确实有点贵了。当时贵这一点无所谓，无论如何这都10年了，绝对有点赚。那是，主要是我这个品种好，品相好。币种很一般，10年是常见的冤大头年份，大汉是最便宜的地方军阀币，品相也一般。这个大汉啊是属于全身大状态，只可惜字面你看带来一个字戳，10年大头，这应该是被你玩熟了，状态无伤无说，算是通货吧。你这放10年了，我看不但不赚钱，这反而赔钱啊。不对啊，这前几天我找网上的专家问我价了，一个给我开价10万，我这不是净赚19万吗？网上专家一块给你报10万，那都是忽悠你了，因为你这俩这都是常见的银元，你想想给你开20万，要么哄你开心，要么就是想忽悠你的这个鉴定费。你可说这了，他鉴定一次准备给我要500，幸亏我没有给他，他还准备让我去上海找他们了，我感觉不靠谱。你的感觉是对的，带着银元去找他们，他们也给你卖不了20万，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你的鉴定费。到上海之后，还是要一些其他的这个鉴定费用。反正我也没去。刚才我问其他店家咋说？一个给我500，差点没让我气炸。虽说你这里一个值不了10万，但是给你500一个确实太低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值不了10万嘛？因为你这2块银元太常见了。首先说你这个10年的冤大头，这个年份在冤大头4个年份里边，它的发行量是最多，和这个3年的差不多。10年的冤大头啊，其实也有这个经典版，包括数点年啊，这都是好版。但是你这个，你看一下，都是普通版。你看笔面稍微有一点留印，状态属于一般。刚才我跟你说了，玩熟了。无伤无说，算是通货。现在冤大头通货价格非常透明，就像你这个状态，能给你估到1000。啥？一个才1000？你这不是闹着玩吗？没有，怎么可能那么少？10年前我花5000块钱一个。我刚才你来的时候就说了，10年前你这俩买的太高了，恐怕你再放10年你也回不了本儿。另外一块大汉啊，虽然说在咱河南并不常见。但是这种大汉在四川存世量还是比较大的，它是属于地方的军阀币，只有1个年份，但是它这个整体发行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四川大汉也有很多很好的版，但是你这个版只是普通的其中之一，唯一啊，就好了就是你这个笔面全身大，但是美中不足，就是笔面带来一个字戳，就增加了一个宝字。你要不带字戳的话，就像你这个打个皮壳能卖个1000多，这带字戳的话，现在也就给你看，也就能看到1000块钱左右。也1000，那相当于10年我买了个寂寞。那我再找我朋友论理去啊。那你论啥理嘞？这事儿都过去10年了。说实话，你买东西当时没有把握好行情，只能说你自身有问题。人家也没承诺你买贵包退。再说了，人家说了，保证不假，假了才得赔你100万啊。我就冲着他说赔100万我才买的，没有了后顾之忧，但是没想到买贵了。这是2个概念，不假和买贵区别很大，主要是因为你不懂。反正这些东西在你手里边放10年了，吃一堑长一智吧。再找朋友啊，也算是自找没气儿。这事你都别管了，这楼梯我再出，我不能说自己损失9万块钱。好吧，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叔叔，我这里有一块1元大号硬币，上面写着1元，可是我没见过，你看能不能换20块钱？你没见过就对了，这可不是什么大号硬币，这是100多年前的银元，而且还是一块下5星。那你为什么要换20块钱呢？我平时在学校里给别人跑腿买零食，跑1次腿挣5毛钱，这是我跑40次腿挣过来的。怪不得你张口要20块钱，原来是事出有因。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这块银元对的话啊，那街边的小卖部都能买下来，因为这个是军阀币下5星，比着我们常见的小头啊，发行量上少之又少。你这年龄不大，请有这个经济头脑，学校里怎么会有跑腿呢？我们学校里跑腿买零食的可多了，因为他们中午在学校里吃饭，出不了学校，买不了零食。我明白了，相当于是你同学出不了学校大门，而你中午利用这个回家上学的时间，顺带啊替他少买点东西，
提前商量好的，一次给你5毛钱的好处费。是嘞，就是这个样子。我一学期帮我朋友买很多次，挣了钱我都没舍得花，我要给我妈买一个生日礼物。孝心倒是可嘉，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给别人跑跑腿儿，相当于是提前踏入这个社会，体验生活。但是爸妈应该还是希望你好好学习，毕竟替别人跑腿儿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咋不光彩啊？我就是通过劳动自己挣钱，又没有耽误学习，而且还替别人做好事。做好事可能谈不上，因为你跑腿儿拿的有别人的工钱。再说了，学校上课也不允许带零食过去，况且你挣的这下5薪的这块银元啊，这卖的话远远超过了20块钱。是我朋友给我的，我对这也不懂。你看看超多少钱吧，我下次给他替跑腿都可以了。你还真别说，你这个人啊，还是挺有原则性的。知道这个多退少补的道理。恐怕这个价格说出来之后啊，在接下来的时间，你就得给别人一直跑下几腿。有那么夸张吗？你可别吓唬我。肯定不吓唬你啊，因为这块银元啊，它不是普通的孙小头。你像普通的孙小头，一块才600-700块钱。600-700块钱，那我朋友给我这个能值多少啊？肯定要比600-700的贵很多。而你这个比着这个普通的孙小头就多了下面这2颗五角星。普通的孙小头啊是6角星，它在上面这个位置，而你的在下面。随便拿一个孙小头做一下对比，就可以对比出来，这是它和普通的孙小头唯一的区别。为什么贵，就体现在一个字：少。像常见的孙小头，它的发行量都几亿枚，而你这个发行量太少了。这是孙小头啊，当时第一个版做出来的银元，当时啊也就发行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它这个存世量就可想而知了啊。另外，你这个下5星啊，虽说壁面你看除了它这个头发丝你看有一点磨损之外，其他的整体品相还是不错的。就仅凭这个状态让我给你估价的话啊，我感觉啊最少也得5万左右。5万？那我跑腿得跑多少趟？你这个价格说出来我就有点害怕，我该怎么办？你先不要害怕，我给你算一笔账啊，就按你5毛钱一趟的话啊，一年你可能跑365趟啊，能挣180多块钱。你用5万除以180，恐怕你把这个余款全部用完的话，恐怕你至少还得跑200多年。200多年，人一辈子才活多少岁啊？我这朋友也是的，一下给我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这朋友也是的，一下子给我那么贵重的东西。所以啊，一算时间，连你自己都害怕了。这些军阀币啊，其实不是你们这个年龄该拿的东西。你这个朋友啊，肯定是在家里拿的他爸妈的，你也别卖了，你这花20块钱也没什么意义。你把这个东西啊，还老老实实的还给他，毕竟啊，这都是好几万的东西的。你说的对，这太贵了，我现在都找他去。对，你好好拿着，千万别给人家摔了，好吧？好的，谢谢你。还是我之前那个银锭子啊，我朋友啊50万给我买走了，他准备卖100万的，折腾1年了也没卖出去。确实不是100万的锭子，你这个是属于商锭，字口啊虽说比较好，但是卖100万难如登天。他也知道卖100万比较难，关键是我没钱给他啊。这抵押给你们能不能抵押50万？你看，你别开玩笑了。我给你讲一下这个50两的银锭，它在过去是属于商锭。你看，光绪年月，是它的生产日期。河南丰茂人是银锭的商号，锭面真假是没啥问题，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褒奖。你看它这个蜂窝看着也非常舒服，但是50万我看不到这价格。你看不到也没关系，我这找了一个富二代买家，他放秤上一称还不到10斤，我重量啊没有50两。你这个富二代啥都不懂啊！过去1斤是16两，1两是37.3克，过去50两也就1800多克，加上这100十年的流通痕迹啊，多少有点损耗，不到10斤很正常。我拖着这重量完全没啥问题。原来是这样啊！对，我说重量。他就给他解释不清了，我回去再给他说一声。另外这个东西怎么能烧化它检验一下真假？你开啥玩笑啊？银锭是恁家祖传下来的，这好好的东西，你用火烧来检验真假太可笑了。这好好的锭子烧坏了以后，你说你卖给谁去？这是富二代说的他说怕假了，我想着烧一下也无所谓吧。
是那以后再有什么麻烦？你可拉倒吧，这银锭不能用火烧来检验真假。这东西这一看这都是一眼货，你融了的话，它就是废银子一堆。银子你现在说实话按斤去买才6块钱一颗，你不破坏它才有古董的属性啊。哦，那我都告诉他不少了。哎，对，关键是他嫌弃这上面太脏了，这该咋弄啊？才能弄得白白亮亮的。你这问题啊是一个接一个，但是显得呀很没水平。你这个清洗和火烧，它概念是一样的。你把它刷了白白净净的话，反而不好。因为银锭啊，首先看了拿到手，第一眼就是它的包浆，只有包浆，对吧？银锭才会有老气儿。这种包浆它并不是什么缺点，反而是优点。你这个锭子好就好在它这字口比较清晰，光绪年月河南风貌人，你看字口非常有理。这幸亏是一个商锭，如果是一个官锭的话，这都可厉害了。定型你看也是非常标准，符合我们河南的定型。因为河南的商锭啊并不是太多，又有那么多钱庄检验过，所以这个真假啊你就让他放心就行了。包浆只是其中之一的参考，最主要的还是看它的这个蜂窝。你这个蜂窝啊看着非常自然，这一看这都是过去的东西。现在虽然说科技发达了，但是老工艺做出来了模仿不来。综合你这个锭子整体品相而言，还是那句话，10万还是可以的。哦，那我把你的原话告诉他吧。对，之前他还说把上面那些带窟窿眼的地方找人给填实了。现在应该没必要了吧？你这个富二代很奇葩，这想起来一出是一出，你千万别盯他了。保持原定型，保持原定不能变，烧啊、洗啊、焊接啊，这都有可能折价。他对这个收账啊，他不懂，他胡搞的话，这个价值啊会大打折扣。那我这幸亏没听他嘞，对，不然就亏大发了。哎，最后还想请你帮我写一个，价值50万的证明，能不能行？抱歉，这个证明我帮不了你。银锭的真假，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非常清楚了。如果这个富二代啊，他对这个真假有质疑，或者是对你这个锭子不放心，你可以让他去找那个正规的这个鉴定公司入一下盒，入盒鉴定一下。如果说能入盒，这个真假啊完全没问题。这一我看，这不用入盒，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东西。那好吧，既然你方便，我就不为难你了。还是谢谢你的鉴定。不用客气，拿的时候小心一点，千万别摔住了就行。好，没事。你都不知道，我在日本啊，捡出来有多赚钱。几百年前的古董啊，满大街都是。你看看我这个黄金金龟啊，能值几十万。黄金金龟，哇塞，这下边还有落款，这可以我这学问有限，这上面的字儿我都不认识。你这想卖几十万日元吗？你别闹了，在咱国内肯定不能按日元结算，这好歹都是黄金，并且还是一个老古董。这是不是古董待定啊？说到这个黄金，我看有点呛。你看你这上面有很多地方，这都氧化的不成样子了。如果是真正的黄金，别人也不可能满大街扔。你说鎏金还说得过去，因为鎏金时间长了，它存在氧化褪色。它并不是氧化褪色，好不好？你应该对过去的黄金啊有所了解因为过去的黄金啊它不纯。你还真别说，说到日本的金币，因为它那个国家比较小，为了防止黄金外流，故意在金币中加77%的银子。但是你这个很明显颜色不对啊。你别在这里研究含金量啊！我这个是过去的古董，不能按照黄金来卖。反正啊，我这在日本大街无人收货街买了，花几千日元嘞。平时啊，我都把它当烟灰缸来用。哎呀，你这当烟灰缸确实太豪横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几千日元在无人收货街买回来，足以说明日本的治安好，又是古董又是黄金，竟然没人打他的主意。主要是日本那边识货的人不多，我一看这个造型比较独特，再加上下边还有字儿，又特别高大上，所以我就果断的买了。我就不管你为什么买了，就单看你这东西，我看着并不太舒服。既然你是从日本远道而来，我就想问你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你现在想要一个啥价钱？我这个是400多克的黄金，按金价来算就10万块钱左右。那是，再加上2倍的古董属性，你就给我20万就行。20万你应该是想多了。首先我给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值20万。你刚才说400克的黄金，这个重量很明显就不对了。你看底座那么大又那么厚，怎么可能那么轻呢？材质肯定不是黄金。像你这么说的，不是纯金也不太可能，因为日本的含金量为23%，它这个金币也不是这个颜色。你看这上面有很多地方，这都明显都褪色了。那都是我弹烟灰烫的，烟头烫的都无所谓了。
说实话，烟头并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因为黄金的熔点啊高达1000多度，而你这很明显并不是什么烫伤，甚至有些地方你看都发绿生绿锈了，因为生绿锈啊基本上都是含铜的东西。另外像你说的古董更不是，你包括底部这个落款，我不管它是什么字，但绝对不是日语，因为日本人很聪明，如果真是古董啊也不会随便扔大街了。而且你看这底部有很多地方都起泡泡了，这说明啊它刷漆的时候有水蒸气跑到里面了，所以你这个外面也就刷了一层漆，很明显这褪色的程度都不一样。另外有很多地方氧化了，说实话这都不成样子了，而且外边的壳子你看这很明显是机制的工艺品而已，我看也就100块钱的样子吧，100万还差不多。你开这么低的价格进户我这好歹是几千日元买回来的东西，家里还有好几十个嘞啊！这价格你怎么给你啊？说实话，你几十个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用拿回来了，因为这些东西啊，你想想，连我的法眼都过不了。我还以为啊，你是从日本回来，对吧？你旅居回来带真正的黄金烟灰缸来，这东西说实话，你只能拿回去。这个当烟灰缸，说你拿出来就丢人，不是我说你了，你幸亏是来到我店了，你上其他店了，估计人家都叫你骂出去。你开的这个价格让我很不开心，你也太不识货了，一点也不尊重我。没有，我不是不尊重你，说实话，你这些东西都是烟加了现代东西，和黄金根本都搭不上边儿。我建议你啊，你还是搁家来当个烟灰缸自己刷刷，千万别拿出来，拿出来说实话你都丢人。你还给我吧，你明显不识货呀，太气人了。那好吧，那你找识货来吧。你帮我看看这5斤多银元值不值3万啊？我这个朋友他太不靠谱了啊！放我这10年，叫我3万块钱的账抵了。 5斤多银元应该有100块了吧？抵3万的账也不会赔钱。来，我看看都是啥来。正好是100块啊！放我这10年了，我这连真假都不知道了，你帮我瞅瞅去。这心真够大了呀！这放家了10年，竟然没检验真假。不过还好吧，我看你这100块银元啊，真假是完全没啥问题。没问题就行。我朋友10年前放我家来了。哦。现在他都出国了，他把这事给忘了。你看看我能赔多少？赔钱倒是不至于，毕竟你这个数量有那么多，我看这里边币种还是挺多的。我就随便拿一块袁大头，以这种袁大头为例，这100块的话，轻轻松松也抵债了。更何况你这里边还有龙阳，哎呀，这龙阳现在价格可不便宜啊，毕竟这10年也算利息了吧，给你。不赔钱就行啊。我正好我邻居这几天准备嫁闺女，他想3万块钱全部买走。3万买走，那算是捡个大漏啊！现在随便市面上100%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银元，这100块的话，3万一块才花300啊！我感觉价钱可以了，5斤重的银，一颗不到10块钱，只要不赔钱都行。那你不能这样算，银元虽然说是银子做的，但是好歹它现在也是无机文物了。那过去发行量它就那么多，你看银价现在你压根儿你也买不到啊，都邻里邻居了，这不赶着了吗？那是，他嫁闺女正好有需要，反正我也不赔钱。那拿银元当嫁妆太正常了，但是你看3万借10年来说啊，这个你卖3万的话，你都算你的资产缩水了。再说你这一堆100块，这10几万，我感觉轻轻松松啊。10几万？对呀，真有那么多啊？那确实有。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真值3万以上，我肯定不会卖给我邻居。100%超3万以上，因为你这大多数都是袁大头，咱就按通货大头来算啊。你这些我看了，壁面都是无伤无戳，咱抛开板不谈啊，就谈3、9、10年。这3个年份，1块300根本就不用想，因为袁大头它是银元里边最基础的银元，现在市面上需求量很大。我给你看，1000一块，这100块轻轻松松10万块钱没商量了吧？10万？对，那这价钱可喜欢人啊！那确实，这随便一估就10万，我这也相当于净赚一大半啊！你赚一大半是理所当然，毕竟你是一个老好人，朋友借3万借10年，你不要任何利息，这样的朋友说实话太少找了。袁大头算是比较小众的了，里边这里比大头说实话贵的就是这些龙阳，龙阳里边最贵的其实就是这种赵宗，
龙阳3剑客之首。你看你这个壁面无伤无戳，质口又非常清晰，而且还带点包浆，打个盒子带分，这都是好几万的东西。那一个都能3万？对呀、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我这个朋友也够实在的啊，给我留这么多好银元。说实话，你比恁朋友更实在，因为10年前啊，像这些银元，说实话100块也就是2-3万块钱，主要是赶上了这些年的涨价，剩下的这些龙阳咱都不细谈了。你像这广东、四川，包括江南龙，这都属于地方省龙，哪一块说实话，现在你看行情来算的话，哪一块都得好几千块钱，没几千也下不来。那照这你这么说的话，我肯定不能3万给我邻居了。这放着钱，你说谁不要啊？那你说了也是嘞，关键是你跟那邻居都谈好了，你不给他也不太合适，毕竟人家现在嫁闺女了，你要不卖，你得给他找个理由。我看你这人怪实在，我都给你搁这儿了，都搁这儿。然后你回去，你得跟恁邻居好好的解释解释了。这样子，我给你挨个挨个的全部都统计一下，看看，因为你这里边的银元太多了，说不定还有其他班嘞。好，老板你看着办。没事。